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万。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逛上博，看一看整个上博里面我认为最有趣的一个馆——印章馆。好的，我们现在就进去。其实之前啊，在书本上看到这些印章的时候啊，我们都以为这东西很大啊，就像上面这个表示一样大。但真正看到实物的时候呢，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啊。那么最小的这颗印呢，大概也就这么大，所以说它更是非常非常的小啊。那其实呢，它这个旁边有一个东西啊，像泥土一样的。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后来呢，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最早的印泥啊。中国的这个印章文化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在三皇五帝时期。最早的应该是那些刻在陶器上面的图案，后来商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发展出来的这个印章文化。那么后来这个到春秋战国时期啊，大家都开始用印玺这个东西呢，去作为一个公文或者书信的一个印证。当时呢，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竹简。那么它这个封泥是干嘛用的呢？其实当时呢，人们啊，为了去保证这个公文或者书信的这个保密性，于是呢，在竹简的这个外面啊，加了一个带盖儿的一个方槽。那么当你把这个竹简合起来，用绳子缠起来系好了之后，把这个绳结放在方槽里面，把一块粘土做的封泥呢，给它按到这个方槽里面，然后呢，用这个金印按在上面啊，然后再把盖子盖在上面。那么所以说呢，你要想打开这个竹简，就必须要剪断这个绳子，或者是把这个封泥接下来。那么这个封泥就是做这个用的。那么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印泥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它很像西方我们常看的那些关于什么贵族的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片段，就是他们用蜂蜡烧热了之后呢，把这个信件叠好以后啊，把这个蜂蜡浇在这个信件上面，然后用那个印章盖在这个蜂蜡上面，就把这个信件封好了。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西方的电影里面看到这样的画面啊，尤其是展示西方中世纪的这个电影。但实际上，西方的这个印章的发展呢，也挺有意思的。那么一开始呢，他们是在这个粘土板上刻这个图案，用来计数的。那么后来呢，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吧，那么当时出现了沙草纸，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羊皮纸。那么这些纸呢，就替代了这个粘土板，这些图案呢，就变成了印章。这些西方的这个文明啊，像希腊或者罗马文明，当时也是同样为了这个保证文件的密封性，于是呢，他们就把绳子穿在这些沙草纸或者是羊皮纸上面。那么当你把这个纸合起来或者卷起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绳子呢也缠上几道，然后一打结，在这个结上面也用一小块粘土，然后用印把这块粘土给它盖在上面。那么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了啊！如果我们捋一下时间线的话，中国的这些印章的文化，它的起源大概是在三皇五帝时期，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到6000年左右。那么它当时呢，就是在粘土做成的陶罐上面刻的图案。那么西方的这些印章呢，它的起源也是当时在公元8000年前左右，当时的远古人类呢，也是在这个粘土板上刻上图案用来计数。那么他们呢，又是同时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这个时期，同时把计数的介质从陶罐和从粘土板换成了纸和木简。那么虽然介质不同，但是他们又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就是用绳子把纸也好，木简也好穿起来，然后缠起来，再在外面呢盖上一层封泥，用来保护这个文件的私密性。只不过后来呢，我们在隋唐时期把这种封泥的形式呢改变成为了红色的印泥。那么与此同时呢，西方呢仍然沿用了这种封泥的办法，只不过后来呢把粘土换成了蜂蜡，也就是我们在西方影视剧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的用蜂蜡密封信件的办法。
所以呢，我总是觉得啊，有些事情非常有趣。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东西方的文化呢，居然发展出了同样一个东西，而且它的发展的经历、它的时间的过程几乎都是大概相同的。我们甚至都不能说是大概相同，几乎就是相同的。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像在远古时期，你也没有办法去沟通，两边的这个人类，他们也不会互相去影响，那么怎么就去发展出了同样一个东西？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去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去逛一逛其他馆吧，好吧？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就逛完了上海市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对于上海市博物馆有怎样的一个评价？那么我觉得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文物收集过程当中，以及在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之下啊，它的文物居然是没有断代的啊，从青铜器到后来的瓷器，再到明清的绘画作品，包括缂丝作品，再到后来的钱币，它整个的这个文物历程是非常的完整的。那么所以说呢，上海博物馆一定值得一看。但是目前呢，这个上博它的场馆面积还是比较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展馆面积不是很大，它能展出的物品也比较少。那么希望未来它在浦东的那个东馆能够建成之后，能够会把更多的这些展品、这些珍藏的艺术品能够展示在大家面前。那么我们给它下一个评语吧：上海市博物馆最具收藏价值的博物馆。好了，下一个博物馆见。